Hello，大家好，一起来看一下5月份加拿大全国房产市场的情况。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因为需求、供应和平均价格均下降，加拿大的房产市场5月份销售量再次下降。全国房屋销量继4月份环比下降11%之后，5月份再次环比下降7.4%，而且是普遍的下降，80%的市场都出现了下降，这是连续第2个月市场放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火爆的房产市场突然跌至谷底，因为市场仍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今年5月份全国房屋销售与新上市比率为 75.4%， 仍远高于 54.6% 的长期平均水平，但远低于1月份 90.7% 的数据。从这个数据来看，供应紧张的情况已经大大好转。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主席在昨天的声明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买家对报价感到厌倦和沮丧，疫情日渐消退，买一个房子躲避疫情的紧迫性也在逐渐消退。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季度加拿大家庭债务在全国 GDP 中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 111.59%。除了在2018、2019略有下降外，这个数字在过去5年普遍上升。2016年第1季度的比例为 100.68%， 2017年第1季度增长至 103.38%， 然后下降至 102.46%， 在2019年第1季度达到了 102.12%， 2020年第1季度跃升至 103.34%。 美联储的数据表明，该比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长期 GDP 的增长就会减少 0.3个百分点。毕竟，债务为今天的消费透支了未来的生产力，这会导致未来经济增长所需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高。加拿大国家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抵押贷款支付占买家收入比例严重失调，这一比例在温哥华为 64%， 在维多利亚为 58%， 在多伦多为 56%， 在哈密尔顿为 34%。过去这种现象只是在城市，疫情期间远郊和农村的房价迅速上涨，这导致更多的加拿大人面临房产负担能力问题。现在逃离大城市搬家到远郊地区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意义了，因为那里的房价涨幅比市区还要高得多。虽然加拿大一直受到低利率和封锁引起的大房子的需求双重压力影响，竞价战在加拿大全国遍地开花，这促使加拿大央行发出更加严厉的房产泡沫警告，金融监管机构也被迫调整了抵押贷款规则。最近，加拿大在彭博发布的全球房产泡沫排名中位居第2。在彭博追踪的23个国家中，仅次于新西兰。无独有偶，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全球宜居指数，这是近20年来加拿大没有一个城市入选世界10大最宜居城市。经济学人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处理健康危机的能力以及他们开展疫苗接种活动的速度，导致了排名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蒙特利尔在这个排名中下降了19位，最终排在宜居城市第40名。同时，它在下降速度最快城市中排名第10。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由于住房、能源、乘用车和消费品成本的迅速增长，5月份全国通胀率已经达到 3.6%， 这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住房成本占加速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增长了 4.2%。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快上涨速度。由于房价飙升，对于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飞涨的房价使买房变得遥不可及。根据红利银行1年2次的债务调查，75%的想要买房的成年人表示他们买不起房，6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心本地社区的房价。房产市场现在的情况是，销售量已经放缓，但是价格还没有明显的松动。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认为，要降低价格，仅仅销售放缓还不够，因为目前的交易活动仍然很强劲。尽管未来1年销售活动将持续降温，但是如果贷款利率上不去，房价则下不来。美联储今天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他们大幅提高了通胀预期，而且今天他们并未提及缩减债券购买计划。不过他们提前了加息预期，他们预计会在2023年底前加息。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